女人正在屋内试穿丈夫托好兄弟带回来的裙子，裙子将女人的身材勾勒得凹凸有致，女人显然很喜欢。然而她不知道，危险已经慢慢向自己靠近。院子里来了一个不速之客。就在女人快穿好衣服时，谁呀？女人紧张喊叫，丈夫好兄弟挺身而出，但最终没逮到流氓。女人惊魂未定，可她万万想不到，真正的危险就在眼前，而一场悲剧也在悄然上演。女人叫黄慧俊，丈夫吴成伟在城里打工，很少回来，平时只有她和女儿在家。这天晚上，黄慧俊穿着清凉的睡裙，正给女儿抹花露水，全然不知窗外有人正偷偷窥视着他们。在女儿的提醒下，黄慧俊猛然回头，似乎真的看到一个黑影。安抚好女儿后，他壮着胆子出门查看。此时的院子在黑夜里显得越发的寂静，而黄慧俊也越来越忐忑不安。谁呀？老公，干嘛呀？吓死我了！原来是女人的丈夫吴成伟出远门回来，想给妻子一个惊喜，结果闹成了惊吓。好生安慰后，吴成伟就抱起妻子朝屋内走，想做些爱做的事。然而他们不知道，此时的院子里竟还有另外一个男人，也鬼鬼祟祟地偷窥房内的一切。而这个男人万万想不到，不久后自己竟会窥探到女主人的惊天秘密。常年在外的吴成伟，这次回来还是没能多待。他迫不及待地想和妻子亲热，因为第二天他需要早早地赶回城里。直到大清早被丈夫吵醒，黄慧俊才发现丈夫又要走了，这让她心里很不是滋味，质问丈夫城里是否有人等着她，还故意提起村里人在城里撞见他和其他女人当街暧昧的事情。吴成伟一听愣住了，眼神躲闪了片刻，告诉妻子那女人是公司新来的同事，前2天和自己出去跑业务。气氛瞬间凝固了下来，吴成伟紧张地看着妻子，不料黄慧俊却噗呲笑了出来，表示自己当然相信他。吴成伟这才松了口气，但妻子又把话题引到了他的工作上。他觉得自己家有房有地的，丈夫没必要在城里为别人打工，可吴成伟却不愿意放弃拼搏已久的事业。夫妻俩不欢而散。吴成伟怎样都想不到，自己的小家庭已经开始暗流涌动。而就在这时，村里的刘浩良开车来到了吴成伟家附近，远远看到黄慧俊，他就将车倒了进来，说是想给吴成伟捎点东西。不曾想刚好碰到吴成伟走了出来，见吴成伟赶时间，刘浩良马上提出捎他进城。二人是从小玩到大的好兄弟，吴成伟也不客气，可他却没注意到刘浩良神色里的细微变化。黄慧俊跟二人道别后，却被好友桃子吓了一跳。看着远去的车，桃子调侃刘浩良对闺蜜黄慧俊很上心。黄慧俊立刻让桃子别瞎说，直言自己只是把一起长大的刘浩良当哥哥对待。然而他不知道的是，自己已经被另一个男人惦记上了。就在黄慧俊拉着闺蜜进屋的那刻，村里的二流子耗子从树后走了出来，还露出了别有深意的笑。知道吴成伟又进城了，耗子内心蠢蠢欲动。这天他路过玉米地，意外撞见黄慧俊和桃子俩正在前面有说有笑，便色心大起想揩油，于是偷偷钻进玉米丛里。等俩人走近，就突然跳了出来。哟，妹子，干活呢？谁你妹？哎呀，哥口渴了，给个黄瓜吃呗。黄慧俊犹豫了，下地了过去，却没想到耗子竟顺势摸上了自己的手，一慌张黄瓜就掉地上了。桃子知道耗子不安好心，捡起来就追着他打。黄慧俊笑着让他们别闹了，他以为耗子只是在开玩笑，可不料晚上他又晃悠到了黄慧俊家门口，挡住了他即将关上的大门，说自己只是路过，想讨杯水喝。黄慧俊这才意识到眼前这个男人的危险，果断拒绝了他。不料耗子准备强行进屋，可他还没迈进门槛，就被人一把推倒在地，骂骂咧咧的起身，却看见刘浩良凶神恶煞的盯着自己，他见势不妙，只好逃走。黄慧俊这才松了口气，向刘浩良投去了感激的眼神。第二天，刘浩良像往常一样来到黄慧俊家，说是吴成伟给黄慧俊买了台电脑，这次进城会帮忙带回来。
三番两次麻烦刘浩良，还有昨晚的解围，都让黄慧俊心里很过意不去。可刘浩良却拿出认识多年的情分，让他别客气，这让黄慧俊倍感温暖。看着刘浩良吃西瓜的样子，他不禁想起了小时候一起卖西瓜的快乐时光。但说着说着，刘浩良看着黄慧俊，却不禁叹了口气，感叹时间过得太快。刘浩良的眼神突然变得异样，黄慧俊却有些不知所措。他万万想不到，眼前这个被自己当作哥哥的人，心里可不仅仅把他当成妹妹。而刘浩良这几年靠着种核桃树快速致富的事，让村里人是刮目相看，这其中也包括黄慧俊。你可别说啊，这刘浩良还真成，以前就一窝窝囊囊穷光蛋，这一晃才几年呀，种麻核桃树赚了钱，这房也盖了，车也买了，现在咱们村的几个蔬菜大费的菜都是他的车往城里送的。哎，你说你这个浩良哥也算咱们村的黄金王老五了吧？黄慧俊看见好友对刘浩良如此欣赏，想要撮合俩人，可桃子却打趣说刘浩良心里只有黄慧俊。黄慧俊虽然羞恼，但对于丈夫不愿回村发展的事，黄慧俊本就心有芥蒂，而桃子的一番话更让他心里有了落差。他想让刘浩良帮自己也种些核桃树，先在村里做出点成绩，这样吴成伟就会心甘情愿地回来了。然而一件令人始料未及的事却打破了他的美好幻想。就在黄慧俊生日前几天，吴成伟打电话说业务繁忙无法回来。黄慧俊听到后情绪瞬间跌到了谷底。吴成伟也意识到妻子不开心，连忙表示自己特地给她挑了一条裙子，让刘浩良帮忙带回去，还安抚黄慧俊，等刘浩良把家里的网络装好后，夫妻俩就可以天天视频了。黄慧俊嘴里虽然嗔怪吴成伟总麻烦刘浩良，但也期待能和丈夫视频聊天。两人的电话刚放下没多久，刘浩良就来了，可他却没有急着走，而是让黄慧俊试穿一下裙子，看是否合身。黄慧俊面露难色，刘浩良见状竟搬出吴成伟，说是他特意交代，如果尺码不对得马上拿回去换，催着黄慧俊进屋试穿，还表示自己就在客厅等他，顺便把网络调好。黄慧俊只好拿着裙子进卧室了。出于对这个好哥哥的信任，黄慧俊并没有上锁，短暂犹豫后就开始脱起了衣服。可他不知道，刘浩良刚坐下就看见了自己的照片，那明媚的笑容瞬间让他心神荡漾。刘浩良的眼睛不自觉的就看向了卧室，面前的那道门对他产生了极大的诱惑力，他不由自主的就站起来向卧室靠近，手慢慢伸向了门把手。然而谁也没料到，村里的耗子看见黄慧俊的大门敞开着，竟也偷偷溜进了院子。此时的黄慧俊还来不及拉上拉链。谁呀？谁？怎么了？外面有人！精神紧绷的刘浩良听到呼叫后，连忙跑出院子查看，但奇怪的是一个人影都没有。情急之下，他又返回来，直接开门进卧室，却不料撞见黄慧俊光洁的背、性感的双腿，加上那来不及拉上拉链的若隐若现，直接撩拨的刘浩良心痒难耐。黄慧俊意识到什么，连忙背过身让刘浩良先出去，但刘浩良却再也压抑不住内心的情感，冲上前紧紧搂住了黄慧俊，对他深情告白。黄慧俊却惶恐震惊。就在俩人僵持不下的时候，消失的耗子从车底下爬了出来，听见屋里的动静，顿时来了兴趣，悄悄地爬上了墙头，却没想到看见了活色生香的一幕。浩良哥，你这么老呀？你胡说什么呢？我没胡说，我真的喜欢你，小俊，我从小就喜欢你。小俊，我喜欢你整整20年了，可我没敢说，我没钱，我没能耐，我怕别人说我配不上你，我怕说了你以后都不理我了。我结婚那天，我喝得大醉，心里疼啊。好友桃子的猜测竟然是真的，黄慧俊心烦意乱，他竟丝毫没有察觉到刘浩良对自己隐藏的爱意，一直把刘浩良当哥哥的他根本无法接受这件事。可有些情感一旦宣泄就无法停止。刘浩良后悔当初连说都不敢说，就眼睁睁地看着黄慧俊嫁给吴成伟，自己的车上一直放着黄慧俊的照片，这么多年他一直是自己坚持下去的动力。
说着再也控制不住自己，把黄慧俊按在了床上。眼看刘浩良就要得逞，屋外突然传来了桃子骂人的声音，浩子连忙灰溜溜地跑走了，而刘浩良也清醒了过来，起身向黄慧俊道歉。黄慧俊却一脸抵触地让刘浩良离开，但走之前他却还是心软了。他告诉刘浩良自己会当今天的事没发生过。然而黄慧俊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。经此一事后，刘浩良对黄慧俊的情感越来越炙热，但同时爱而不得的痛苦也在深深折磨着他。晚上睡不着觉的刘浩良出来买酒，不料却撞见了白天拼墙角的浩子，他心里顿时拱起一团火，质问浩子白天看见了什么。浩子急忙矢口否认，但下一秒却又开始添油加醋，直言黄慧俊识人不清，放着刘浩良这样的好男人不要，天天惦记着自己已经出轨的丈夫。刘浩良听了更是怒火中烧，本能的想维护黄慧俊。可当教训完浩子后，他又陷入了情感漩涡，内心备受煎熬。深夜就梦见自己解救了正被浩子强行霸占的黄慧俊，黄慧俊拥抱着自己，感激万分。睡梦中的刘浩良很是满足，但短暂温存后，黄慧俊竟又一脸惊恐地推开了自己。刘浩良心急之下突然惊醒，可面对的却是漫漫长夜的无边黑暗，怅然若失中。刘浩良想起了前些天开车去帮吴成伟带裙子时，也看到一个女人正熟练地帮吴成伟整理衣服，那举止投足实在太亲密。之前不告诉黄慧俊，是怕他伤心难过。然而经过一晚上的辗转难眠后，刘浩良有了打算。第二天，他就在玉米地里找到了独自忙碌的黄慧俊，想把事实告诉他。但是他没想到黄慧俊却对丈夫深信不疑。只有我是真心对你的，成伟这种男人不值你等他，他根本配不上你。小俊，小俊，看我！小俊，干嘛？玉米地在不久后重新恢复了平静。黄慧俊失魂落魄地穿着鞋子，得逞的刘浩良不停地向他道歉，黄慧俊全然不理。回到家后，他不停地用热水清洗身体，似乎想洗掉今天所发生的一切。为了守住这个家，黄慧俊最终选择隐瞒这件事。而这天之后，他对刘浩良的态度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。刘浩良则因为黄慧俊对自己的冷漠，内心痛苦不堪，只能用酒精麻痹自己。而他不知道的是，此时的黄慧俊也同样心神不宁，甚至拒绝了丈夫的求欢。看着妻子整天魂不守舍，吴成伟似乎也察觉到异常，但最终没问什么，匆匆回城里了。他万万想不到，自己的婚姻已经面临着巨大的危机，而一件突如其来的事，又将夫妻俩一直存在的矛盾彻底引爆。这天深夜，女儿圆圆突然高烧不退，吴成伟却没办法赶回来。闺蜜桃子让黄慧俊去找刘浩良帮忙，但黄慧俊显然不愿意。就在这时，刘浩良心急如焚地赶来了，二话不说把母女俩带上车，开去了县医院。一番折腾后，圆圆总算退了烧，可吴成伟却始终不见人影。直到他们回到家才打来电话，整晚的担惊受怕和孤注无援让黄慧俊的情绪瞬间崩溃。你忙你的吧，你不用回来。我没什么意思。家里的事指望得上你吗？黄慧俊气愤地挂断了电话，却不料这些话全被刘浩良听到了。他尴尬地转身要回家，可刚到门口却听见黄慧俊向自己道谢，心里顿时又波涛汹涌。小俊，我知道你心里有我。我只是谢谢你送圆圆上医院。吴成伟他根本不在乎你，不在乎这个家。我知道你嘴上不说，可你心里有我。要不上次的事你也不会瞒着。根本不是你想的那样，上次的事儿你就别提了。小俊，只有我是心疼你。他要是真的心疼你，他怎么忍心把你一个人扔下？孩子生病他都不回来。别说了。我心疼你日子过得不好。我的日子过得不好也是因为你。你别再自作多情了好不好？我出去。刘浩良再次失控了，他抓着黄慧俊的手臂哀求他跟自己在一起。黄慧俊拼命挣扎，直到屋内睡着的圆圆被吵醒，直喊妈妈，刘浩良这才放开了手。但他并没有就此放弃，
反而变本加厉，天天去找黄慧俊，还给他发情话短信。可黄慧俊总是避开他，迟迟得不到回应的刘浩良决定从吴成伟这边寻找突破口，想以好兄弟的身份问清吴成伟在外面到底有没有女人。然而还没等他问出口，就被黄慧俊的突然出现打断了。看见丈夫又是搭刘浩良的便车回来，黄慧俊心绪复杂，忍不住开口指责吴成伟。而这一次，吴成伟终于察觉出俩人的不对劲。可晚上问妻子时，黄慧俊却含糊其辞，还紧张地摁断了一通电话。这更是加重了吴成伟的疑心。他拿过手机想看个究竟，却被妻子一把夺了回去。看着黄慧俊神色慌张的模样，吴成伟这才意识到自己的婚姻真的出状况了。但他并没有大发雷霆。明天我就会整理辞职，晚上我就搬回来。你有事也不可能瞒我一辈子。我希望明天晚上你能跟我说清楚。黄慧俊心里惴惴不安，她不知道该怎么继续隐瞒丈夫。然而第二天，一件让黄慧俊始料不及的事，竟将她的家庭推上了风口浪尖。刘浩良竟然再次趁吴成伟不在找上了门。此时他似乎已经失去了理智，不管黄慧俊如何劝说，刘浩良始终觉得他心里是有自己的，执意让黄慧俊离婚跟自己在一起。无奈之下，黄慧俊只好跪了下来。求求你了，你别再逼我了。你要是真为我好，就赶紧离开这儿，越远越好。我也求求你了，你别骗你自己了。是不是吴成伟知道怎么回事？他不知道，他要知道了，我们这个家就毁了。我等着他，我去屋里等着他，我要让他知道，你已经是我的人，你是我的。听到这句话，黄慧俊如临大敌，他害怕刘浩良毁了自己的家，恐惧也使他丧失了理智。情急中，黄慧俊抡起了墙边的铁铲，向刘浩良的后脑勺砸了下去。而就在这时，吴成伟也回来了。门外偷窥的浩子在惊慌失措中逃走。吴成伟意识到什么，猛然推门进来，却看到了让自己震惊的一幕。这一刻，他明白了一切。随后，吴成伟把昏迷的刘浩良送往了医院。经过抢救，刘浩良脱离了生命危险。故事中，刘浩良对黄慧俊偏执的一厢情愿的畸形情感是造成悲剧的最大原因。但是如果黄慧俊在遇到骚扰时，不是一直憋在心里消极对待，而是与丈夫开诚布公的沟通，那悲剧也许就不会发生了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就到这里，喜欢的朋友欢迎长按点赞加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